沈老板，最近二少爷依旧蹦跶的厉害呀。别提了，我跟那个逆子已经断绝父子关系了。是吗？哎，那最近王爷要我收集陕西的动向，那这个康先生的言行，我到底是上报还是不上报呢？他姓康，我姓沈，我们没有瓜葛。杜老板，你想怎样就怎样。嗯，明白。哎，杜老板，最近你形容消瘦啊？是不是过于劳累了？这是我们沈家慰劳杜老板的一点心意，请杜老板用心调养。沈老板，你真的是太客气了。太客气了，太客气了。这二少爷，老爷让我把这个偷偷给您。原来我爹他一点都不糊涂。其实，从把你派到上海去开始，老爷就一直在想着退路。他心里其实比谁都清楚，可惜他不够决断。你这是要走？是啊，可变法还没有成功。变法不会有成功的那天的。哦，吴泽那几个书生以为靠挤到上谕就可以改变整个腐败的局面，未免也太单纯了。我本来还想提醒你，看来你比我还要清醒。你也不乐观。我甚至觉着，他们依靠的上谕，恐怕都不会长久。怎么说？变法开始第5天，太后下旨，命荣禄署理直隶总督，掌管京津一带的兵权。此外，还让崇礼属步兵统领，怀塔部管理圆明园官兵，刚毅管理建润营。同时还规定，新任2品以上大臣必须向皇太后上折谢恩。本来以为太后会放权，没想到她把朝政抓得更紧了。上有制约，中有掣肘，下多不满。此次变法的前景，至少我不乐观。可惜了啊！你这是要去哪儿？去别的地方，重新开办学堂。你还要开学堂？吴泽他们的变法让我更加明白一个道理：唯有从培养人才开始入手，才能真正改变中国的局面。这是正理。他们叫嚣着3年之内要发生改变，而依我看来，非要30年以上的教化，整个中国才会焕然一新。任重道远呀。那有什么办法？总得慢慢前行吧。可你走了，这正义学堂怎么办？我已经交给了可以托付之人，只是女子学堂刚刚筹建了一半，现在看来是要搁置了。啊，对了，这是你要的东西。这些年以来，龙生河从我们沈家抽走的利润，每一笔账都记得清清楚楚。这正是我想要的。多谢。不必谢我，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。啊，你以后还会回来吗？会，那也是很久以后的事了。保重。对了，有件事，我想你应该知道。你说。周莹被判死刑的时候，我
我去监狱里看他，他让我给你带一句话。若有来生，与君欢好，与君欢好，定死方休。定死方休。你知道吗？我曾经祈求上苍能让我早点死去，这样我就能早日和你相见了。奶奶熬到今天，我有话对你说。别和吴家寡妇勾搭，你答应我。以前，就算是我们亏欠了吴家，但现在你为了那个寡妇，差点丢了性命，我也为了救你，散尽了沈家半副家产。这恩怨啊，怎么都算了断了。但是，沈星移，如果让我发现你再和那寡妇勾搭，以王爷此刻的权势，让吴家再次家破人亡，让那寡妇再次被砍头，停！我叫。夫人，娘，你多保重。全世界，你可相信美？今生换你长夜换美，爱你爱到无路可退，让爱碎了再碎。全世界，你可相信泪？今生换你长夜换美，爱你爱到无路可退，让爱碎了再碎，让爱碎了再一路碎。平安。